哎，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跟着我们一邊遛馬呢，一邊就開場了。我們這個房子可以看到前院這邊啊，一個非常隱私的車道過來，兩邊的綠樹遮擋，你完全就咱們進來之前，你根本想象不到，這個後面是這樣的一個房子。是遠處的車門慢慢的打開，你從街邊上只能看到一個普通的門，但是後面是什麼樣，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你看這個長長的車道，豪宅不就應該這樣嗎？沿着這個綠蔭，兩邊的樹全部都能幾乎都長到中間，快碰到一起了，對不对？然後這個房子還比較有特點的一點就是，你看，它不光是有這種小馬，還有小牛，還有小牛。哎，就是屋主呢比較喜歡養這種動物，他自己有自己的小動物園。那屋主也是配合我們拍攝，專門說今天請我們的小馬來配合我們做個拍攝2天，明天星期5他就回去了。回他們有一個專門放所有的寵物牧場的地方。哦，是嗎？那可以看到從這邊過來，整個房屋前面的隱私都是非常沒有問題的。你要走這麼長的一段，哎，從我這邊站住了，你要看，很長的一段啊，才會到中間門口的位置，然後車道從這邊轉過來，前面有大量停車的位置，這你才能看到你的主房的位置。旁邊這是他的好朋友，他有名字叫 Baby， 是不是？他們倆都是從小這麼小的時候就帶過來，在這邊養的。對。然後到這邊，你看，你回家以後，前院先走過來，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景啊？直接看到的是你的養的小動物，別管是小的迷你牛還是迷你馬，對不對？在這樣的位置，你每天早上起來，或者是你下午，因為它房子非常大，2.1個英畝，你直接就圍着這個轉吧，人家遛狗，你遛馬，好嗎？遛牛都可以，關鍵都在自己的房子。你看周圍的綠樹，你的前院整個的包裹，隱私是非常好的，沒有任何的問題，你完全是看不到任何有其他的人家的，可以說是，對不對？而且它這個 gravel 都是適合馬在上面隨便走的。沒錯，當然也有人喜歡，如果你要住进來，你不想養馬，那你把地重新鋪成那種磚塊啊、水泥地啊，也是可以的，沒問題。從這邊呢，台階上去就是主房的位置。這個 lot 上面有好幾個房子，所以它不是單純的一棟房子，我們要一棟一棟給大家介紹。往這邊走是它的前院，你可以看到，首先這邊啊就是它的，就是專門去養馬的人啊準備的區間，他們就是放這邊的工具間，包括這邊馬，就是它的馬廄了，用咱們的中文講就是馬廄了，對不對？你看這邊旁邊的門打開，就是你要想養大馬也是可以的，直接在自己的前院，对不对？是。来，我们先讓我們的演員啊回來。你說這種田園生活真的就沒話說呀。他們是一天要餵2遍了，好像是。一天要餵2遍，然後晚上的時候呢，會給他們再一個小部分，不是很多。來 ，come on。其實有這種機會，我覺得還是挺好的。非常聽話。對啊，你說就出來，讓人家演員跟着我們轉悠轉悠，配合拍攝，去吧。這樣。哎，多好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這邊呢，也全職呢是有人住在這邊的，就是我們的管理員。OK， 我們的管理員 Steve 也會經常每天都在這邊幫我們去盯着所有的這些馬呀、小動物啊，幫助我們這邊做維護。那可以看到整個房子前院，你進來就感覺穿越了一樣，就感覺已經不是在外面喧囂的洛杉磯城市的感覺了。对，你看馬廄其實尺寸也是不錯的，你真的再多養點大馬也是可以的。你想自己院上騎個大馬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然後我們從這邊走過來，台階。我們第一個房子也就是它的主房，我們先來給它介紹它的主房的位置。
一個典型的像是那種隱私裡面，就不是叫隱私，就是那種森林裡面的小木屋的感覺，是可以說吧。幾個台階上來，我们剛來這個房子的時候就完全震驚到，說：“哎，這是在洛杉磯嗎？”一瞬間覺得穿越了一樣，非常非常的室外隔絕的一個地方。哎，你看我身後所有的植被圍起來，你看不到其他的人家，然後周圍前面各種果树一应俱全。是，而且你看這一側有更多的植被，小的步道，因為它是一個四通八達的設計，就這個方向你能从不同的方向回到那邊的你的小的 stable， 往那邊還有一個 American Farmhouse， 都是可以的。這邊還有一個小橋，泉水從這邊流過。一會兒呢，我們來更多的給大家来介紹這一側，這是另外一個 ADU， 然後我们再繼續往這邊走，過來，你看枇杷樹、檸檬樹，我正在想說那是枇杷嗎？對，那個有點酸，這個很甜。對，說你們嘗過了沒？行，這已經告訴你了，別吃錯了啊！到時候要是酸着了。然後再過來可以看到，這邊草地整體來講綠化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外面主要是讓你養的小動物要經常碼嘛，對它們蹄子會比較好，所以就沒有你知道鋪成那種地磚的樣子。怪不得這個枇杷樹這兒沒剩幾個，那兒還剩很多。你就不要盯着那個枇杷了好嗎？哎，不是我們自己偷吃的啊。OK，屋主的管理員帶着我們一起吃的。行，旁邊你可以聽到。你教室和我之間一直有這個水聲，因為他自己做了一個人造水系，就是它的庭院裡面是有一個小湖泊，好嗎？ 人造湖泊，那你可以聽到這個水聲不停地在涓涓的流。其實我旁邊就是這個小的溪水，你看旁邊的這些梧桐樹，這都整個都遮陰都遮擋上了。他們家小橋也別有一番風味。咱還沒怎麼看到房子呢，是不是？你跟我再往這邊走過來一點，你看前面這有很多的布景，晚上實際上這張地上的燈都會亮起來，哎，非常的有氛圍。而你往這邊走，教室你過來一點，你看咱們這邊整個的房子，在這個後面是它的 ADU， 就感覺是那種林間的小木屋的感覺一樣。是。真的是很漂亮，這個感覺。我覺得整體來講，這個房子有很多地方讓我們意外。它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房子，但它會迎合極少數的人，這些人嚮往這樣田園城市中的自然生活的人。我們再往這邊走，過這個橋，這個橋就不算小了，對不對？來，直接過橋。大家有沒有聽到？就左右的一直有這個水聲，因為左邊的水聲啊是從那個泉水的水眼一直流，最後流到那邊的湖裡。一會兒帶大家來看。身後是房子的正臉，已經能看到了。但去那邊之前啊，哎，先看我的右手邊这邊有一個泉水，很有特色啊，非常的有特色。它是3個女士撐起來的一個小泉眼吧，在這邊，哎，一年四季每天就長期的開着流動着，而且站在這邊的位置，你看身後周圍有很多可以坐的區域。再往我的後面看的是一個加州陽光房，這個小加州陽光房，你說從旁邊的臥室啊都能走出來，包括和它的主要的大客廳也連着了。沒事想出來喝個咖啡啊，坐一坐，晚上尤其在這邊聽聽水聲，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環境。沿着我們的步道再回到中間，繼續往前走呢，往前就是我們的主房了。主房的門臉有沒有點像七個小矮人白雪公主的感覺？你不說，我還真的沒反應過來。咱們都看過那個童話畫本裡面的白雪公主和7個小矮人，這門頭不就是這個樣子的嗎？你看它那個尖頂的設計，非常典型的一個 cottage 的風格，包括前面實木撐起來的門框，一些木頭蜿蜒一些支撐的細節，做的還是非常的講究的。你們家比我更迪士尼，我只能這樣說。是，而且你看上面的那些小孔啊。一個小鳥流的位置，應有盡有了。哦，是哦，對不對？就是感覺這個房子就是個童話中的房子，好嗎？今天跟我們大家一起來打開一本童話書，一起來欣賞一下在現代鋼筋水泥土社會裡面的童話別墅是什麼樣。跟我們快進去看一看。從歐洲中世紀的故農村舍，到現代人向往的治癒居所 ，cottage home。在工業革命的喧囂中，完成了它的浪漫蛻變。英國貴族將它視為桃李文明、親近自然的符號。它承載的不只是建築，更是一份久違的鬆弛與寧靜。來，進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房屋的室內。這個房子 cottage 這部分實際上就是比較保持了當年的原貌，它是1930年蓋的，
OK，然后后来翻新，2000年左右做了一些翻新。你看进来这个佛爷玄关的地方，你看它整体的这个色调，其实都刷的是 Venetian Plaster 这个墙漆，是吗？然后整个的实木的包裹，包括上面顶部、灯部、小的射灯，其實都是後來裝的。而且這個房子其實很多這種房子都是有這種，就這兒身後有這邊 fireplace 嘛。那一進門3個方向，先來我的這個右手邊這邊過來呢是一個 man cave。這邊打開了是它的衛生間半衛 ，OK。旁邊側面這個門呢，過去呢是這邊有一個小的酒吧，那可以看到整個進來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就是你要打台球，咱們看的很多房子都有類似的設計，就一進來以後，右手邊要麼抽雪茄、彈鋼琴，或者是小酒吧打台球的地方，都是這個樣子。你看，從上到下完整的實木包裹，它這個房子有很多。因為 cottage 的特點就很多精細的小的東西，手工打造的是非常多。對。那除了這些窗戶，可以看到咱們之前有看過嘛，就類似這種窗戶，就現在市面上見不到了。Push rod。對，它是這麼打開了以後，它轉開了以後，它是把這個棍子整個的推出去的。哎呦，哎呦，它是這樣做的。就咱不說好壞啊，只是給大家來看，現在畢竟見不到這種東西了嘛。然後你要固定就給它擰緊。然後它還有另一種開的是這樣的，這個更複雜，機械的，然後上面還有印專利號，就是咱有建商朋友看了以後，別自己偷摸拿去蓋啊，不行，這有專利的。然後這整個的空間，包括你那邊的小窗戶上和這個後面酒吧後面那個玻璃上，都有那個小的手繪，像撲克牌一樣嘛。但都是手繪，親手繪，都是手繪。哎，包括這個頂上的這些花紋也都是手繪。我天！就你知道這個東西，它是故意把它維持在那個1930年、40年那種狀態的 cottage 風格，所以挺瘋狂的。這上面還有小狗牌兒。哎，是那貴賓嘛？是牧羊犬，牧貴賓。對。然後這邊再過來，這小酒吧還有一個特點呢，就是這個木塊啊，它是個閘門。閘門就是兩邊是有兩個栓啊，你鬆掉了以後，它直接能關上。哦，說不營業，直接落下來是嗎？對，就是這種感覺。但是為什麼就是咱不是那個年代人，不好意思，我也沒辦法太解釋。那很多屋主也自己也不在這兒，要不然聽屋主給咱說說。因為到一定時候，他就不能喝酒了。是不是因為那個年代禁酒令啊？就不能喝酒了，就不能 serve 了，不能 serve，我就要把這個東西全都關上。因為就 Gatsby 那個年代不就是禁酒令嗎？那個嚴格來講，很多家裡買酒不都是違法的嗎？因為要交稅啊。啊，就是貴。因為之前不交稅嘛。啊，哎，大家看從這個角度一進門可以看到玄關的位置了，你看這邊放的就跟7個小矮人白雪公主的感覺，是不是？全部的木質的地板，這個真的是很扎實。我們再沿着這邊往前走，不開的就是 closet 了。那往這邊很多門打開呢，是去旁邊的就是中庭。這個房屋的中庭太有韻味了。這個就想到以前做酒 moonshine， 你知道嗎？那種風格，小木頭。哎，就那種小，它就是個精緻小木屋。其實這個主房也不大。左邊一個臥室，其實但它你說主房不大吧？那個年代，哎，這客臥尺寸也不小了，對不對？然後這個走廊過來，走廊都很明亮。這邊一個法式雙開門打開以後，中間是它的中庭，中庭真的很漂亮。然後包括很多它的細軟啊，你看這些開門 closet 這些小的五金件，非常的精緻，都是屋主滿世界的去搜羅來的。然後走廊的這側面，你看3扇小窗戶也是同樣的開門的機關，側着打開。聽着中庭的流水進來，小風吹過來的感覺是，哎，作為度假來講啊，確實挺不錯的一個地方了，對不對？我們再往這邊走呢，左手邊呢就是主臥室了。主臥室進去之前，在外面給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這有一個小門是不知道是為什麼的，挺奇怪的。就是今天這個房子，大家跟着我們來一起也來探索，因為這個房子很多東西我們也不是特別理解，對不對？但真的就很好玩的房子。有這個機會，我們還是願意跟大家分享的。是，對，我們再進來主臥室，主臥室空間層高是沒有問題，也依然保持的就是 cottage 這個房屋的風格，很多這種頂部啊暴露的這些承重的結構在這邊。右手邊那邊一個法式雙開門打開，陽光可以進來，那邊就是它的，就叫它後院好吧，姑且叫後院泳池的位置。來，往這邊。衣帽間左邊是它的衛生間，就風格來講啊，壁爐反正該有的也都有了，側面有門，能去小側院自己待一待也沒有問題。
然后整个屋頂畫了一些白雲朵朵手繪。反正真的這個房子是很多超出我們就現在對房屋理解，就跟我們頻道裡很多房子都不一樣。是類似的房子，咱可能拍過有一個嗎？就這麼暗的房子，這也就城堡了。這麼暗的房子，這話說，它有的還挺亮的。你像咱們站這兒啊，盡頭還有一個臥室，臥室有一個飄窗，挺舒服的。自己的衛生間也在那邊，臥室有門打開，可以直接去中庭。側面這邊就是它的洗衣房的位置，洗衣房也是這種門啊，直接就這麼可以關上。然後它門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這些小的昆蟲啊，這也都是手繪。這昆蟲很細膩啊。上面那小鳥，對，小鳥都是手繪，所以就是這個房子，你說到底是貴是好，但就是很稀奇，因為這種東西現在已經不會有人這麼做了。你說這個東西你要真給它配一個，我說咱想配一個一樣的，不好配不了是嗎？然後它有很多這種門的設計呢，也秉持了這個房屋的建築面這種建築風格。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小台子延伸出去的，兩邊下面也是能打開的啊，直接是個門出去了啊。這對面正對着樓梯啊。是去外面的一個空間的，挺有意思的。一會兒我們出去跟大家分享。先跟着我們往回走，看它的主要客廳的位置。回來這邊，小心台階啊，就往上下來。這邊就是它的主要的主會客廳。OK， 可以這麼說吧？你看它的層高，而且上面的柱子這兒沒看到，就是藤蔓啊、小鳥啊，全部也是手繪。這屋主買來了以後找畫師去做的這些東西，就。反正昨天我們也試圖很多東西想搞明白理解，就是真的是不是那個年代的人，也不是咱小時候也不是在歐洲長大的，可能老歐洲人對這種房子會有，或者對老歐洲歷史比較了解的人會有一種格外的情懷，看他感覺哇珍寶一樣，你知道嗎？在洛杉磯竟然有這個東西，你看這個大的 fireplace 上面正經的瑪瑙鋪了一個框，你說他用了很多好料。只能說我肉眼凡胎欣賞不了，而且他們家 fireplace 都是真火，對吧？沒錯，都是燒明火。這個房子有很多東西現在是做不了的，比如說燒明火啊。一會兒到泳池那邊還有一些功能跟大家介紹。你看這層高，當然家具擺的就隨隨便便，因為屋主已經有年頭沒住了，他在這很好的享受過，但現在已經夠了，我現在就想 get rid of it。那屋主呢，在全世界也有很多的房子。話說間，他其實是現在在哪兒？在墨西哥呢？在墨西哥啊。而且這個屋主特別喜歡那個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我也挺喜歡，漂亮是吧？你看這個空間，哎，這個空間其實你作為一個 center 的，就那個像那個 ballroom 啊，都可以，這是挺好使用的。不知道到底什麼樣的人會收這個房子，兩邊有門啊，打開去中庭，很多音樂氣息這個家裡。這個屋主呢跟音樂也有很大的淵源，那太多了實在不好說了啊，因為屋主能讓我們拍就不錯了。在這裡面再次感謝 listing agent Bob 給我們這個機會，終於幫我們爭取到了，以後爭取咱多開箱幾套這個屋主的房子，是全世界各地的，對不對？墨西哥，哎，墨西哥，身後上面這個樓梯，哎，說漏嘴了呀！哎呦，這邊這個樓梯上去有一個很神秘的空間，但是右邊啊是一個臥室，這個臥室還挺不錯的，有點像法式鄉村浪漫的感覺。然後旁邊有他自己的衛生間，也是套間，然後是用這種哇，直接是用這個 pocket door 直接給它關起來的。OK， 哎，直接就在這邊，然後從後面呢，你看像不像進了哈利波特的圖書館的感覺？沿着兩邊的書架往上面走，實打實的一個木質閣樓啊，這上來就是。真的是，你看整個的這個上面的天花板的鋪設，硬實。這個地兒就是又穿越了，就感覺那種叢林中的小木屋的感覺，尤其這種拱形的支撐的這種大片的長木板啊，這個就看着挺漂亮的了。而且這種木頭看不出來年代感。是，你說他用了8年、10年這個樣子，用了20年、30年也是這個樣子。地面也是同樣的木質材料啊。你往這邊走，先來這一側，這側空間，反正屋主需要，好吧，對不對？所以你看，它這邊大量的書架，哎，其實真的拿實木打一個結結實實書架，真的就是百看不厭。是。這突然這個房子有點那種大興湖的木屋的感覺。哈哈，你還真別說，是不是？然後你來這個空間，你看這是什麼地兒啊？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分析分析。屋主呢說有這個授課的要求 ，study room， 像不像是以前或者是現在很多好的那種歐洲的大學的迷你版的大講堂的感覺？課堂，這地圖印個世界地圖。不過你要住在這兒的人是得胸懷世界啊，拿個飛鏢噌啊。往這兒玩啊，噌啊，飛到那邊這兒買套房，那買套房，
然後哪個飞鏢扎久了会掉下来吗？哎呦，它掉下来了，卖了吧，卖了吧，太顽皮了。桌子，其實你在這邊有畫圖的需求，如果是作為一個工作室，挺不錯的。因為正好這邊閣樓也有這種小飄窗，看着屋頂，空氣流通進來，你在這邊畫個圖啊，做個建築設計，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可以發揮你想象力的空間。這是不是排練用的？我都懷疑。你要給它改成一個芭蕾房也是可以，看你怎麼用，反正空間給到你了，我們只是負責介紹，那怎麼用看大家的想法了。後面你看大的這个黑板，对不对？這以前屋主就是在這邊授課的嘛，對不對啊？我在美國第一次啊，在學校外邊見着這麼大的黑板。你知道我幹的這是什麼事兒嗎？啊 ，Smiley face 嗎 ？Costco 門口印小票給小朋友，專門幹這個。啊，是嗎？然後往這邊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樓梯，旋轉的樓梯下去，通向的是廚房的區域。我們在這邊介紹完了，一會兒在廚房走的時候會跟大家說這個樓梯具體通向哪裡。它很多掛燈很漂亮，像那種六芒星一樣。他們家牆的顏色很多。反正你看上面這也是偏藍的顏色嘛，就它很多空間給到你挺好。這個房子絕對不是那種你知道，就是 move-in ready， 咱沒說是那種話，但是它的整個的骨架給到你，底子給到你了。那如果你能談一個比較好的價格，那再重新花錢進來，這個房子就它賣的不是光一個屋子了，它等於是一個大的，咱不能叫園區，就是一個大的 resort 度假村的感覺賣給你，就是留點 budget renovate。這個 budget還不是一點點，改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這轉過來可以看到教室這個鏡頭，上來的樓梯，你看這是他的書桌嘛，這以前就是等於是屋主自己搞他自己的項目 project 的地方，那邊等於是個演示廳，那這邊就是給他付諸於現實，然後累了在這邊沙發上坐一坐，皮沙發上燈一開，隨手看本書，外面的樹枝樹葉，遠處通過這個陽台看出去的景觀，你全部都有。這個陽台看着就自己的私家湖畔，挺美的。確實很漂亮。這個湖畔給人的感覺就是感覺生活在林邊湖邊的小木屋的感覺一下就出來了。鏡頭再往這邊走一點，那個黑板無處不在。這是也是黑板，然後這個應該是能這樣拉起來的，我還是別幹這事兒了啊！但你可以看，大家能看到是。後邊到底是啥 ？OK， 書櫃、書架。是嗎？就是拉起來，砰，你就能放在上面了。身後有一個小的空間，放鬆的地方，放空的地方吧。關鍵是它特點是，這邊它做了一個爬梯啊，上去它做了一個冥想室。在建築外立面看呢，就是這個整個建築這個樓最高的這個點，它做成了一個小冥想室。你從外面能看到這個樓有個尖頂，就是那個位置。朋友們多關注我們，好奇的事情我們幫你幹。就是這種千奇百怪的房子，就是咱平時想進來比較難嘛。那我們來幹這個難的事兒，我們進來拍給大家來看，對不對？我們除了好玩，我覺得也不虧啊。是，畢竟這個房子也不便宜哦。多少錢？一會兒我們揭曉。繼續看下面。來，從閣樓上下來和大家分享後面的地方。其實閣樓下面是有空間的。是嗎？因為咱們直接從這兒上去了嘛，那你說下面是幹嘛的呀？對不對？是。但那個空間從屋裡進不去，但也很有意思。這個房子怎麼感覺就像是那種加建的屋主不是是的確是後來建的，就是整個的房子這個園區或者是這個 resort 吧，感覺就是屋主在現代的社會裡面滿足自己的一個美好的願景，打造了一座屬於自己的伊甸園的感覺。OK，時間老人已經把這個地兒遺忘了，感覺在這個地兒時間在1950年代就沒有再走動過了。是。正餐廳 ，Venetian plaster 的牆漆。上面刷的是這種五顏六色的感覺，你再看後面的這個窗戶，一般不都是歐洲老教堂才看得見嗎？真的是五顏六色，這是。就這個屋子收羅了很多東西吧，你就看這套桌椅，就特別符合那個時代、那個年代，以及能放到這個房子裡使用。你看那木地板咱就都不說了啊，都是通屋鋪的，這邊都是每一個房間，它也像咱中國四合院的感覺有點，是不是？就都是往中庭是有窗戶门，那種門可以走出去的。這叫什麼？時間保險箱。我天，就珍藏你一個美好的回憶，永遠能提醒你是從哪兒來的，你是什麼樣，你是誰的一個地兒，可以這麼說吧。但是你去哪兒搞？你讓我買，你給我錢，我都不知道哪兒給你弄去。東莞也不稀罕做這種東西。東莞是，你就做一個，就那點人要。你開這模還不夠模具錢呢，不出量不賣。左邊旋轉樓梯，這個樓梯呢就是從2樓咱們那個大講堂，從大講堂下來的位置就在這兒。
扎扎實實的，真扎實。这中间这条木头，我的天！你看它的所有的这个连接的金属件，真的是没话说，就感觉就是扎實。这个房子，就说你再放20年，这房子可能还是这樣。对，至少木头顏色不會變。沒錯。下面旋轉樓梯，身後呢是它的廚房和它的一個非常好的活動空間。那這邊呢可以看到是一個吧台啊，吧台下面有 LED 的燈的，對面這兒一個小的準備區。教授往這邊走一點過來，可以看到這實際上是它的一個叫什麼準備廚房。OK， 可以這麼說吧。你看它這個門把手，哎，這是馬嗎？這是馬。哦，馬年拍着了。哎，可以。你看上面還有豬。哎呦喂，全了！你看這邊是一個準備區，不能叫準備廚房了，洗碗的地方。你看，就是咱倆橫移，你看拉的這個小門打開了以後，這是一個 serve 的吧台。因為之前也介紹嘛，就屋主經常在這邊會做很多的聚會啊、party 啊、fundraising 的 event 啊，對不對？是有服務人員在各個區域來服務大家，也是必要的。功能性很強。你看裡面台料都鋪齊，就是鏡頭稍往前走一點點過來，你看這側面的門打開。也是這種一半的開門，打開了以後，上面能打開，側面的窗戶打開，是外面的戶外廚房。那個戶外廚房就真的就看咱們老電影裡的那種中世紀廚房，戶外下邊是小狗洞嘛？哎，給小狗、小寵物留的，挺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一會兒那戶外廚房我們會帶大家出去看，然後跟着我的鏡頭呢，咱倆再橫移一下過來。這個可以吧？這是正經的一個好東西了。這個空間太帥了，這個廚房就放在現代來講都沒有任何的問題，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扎實的出發點在哪。你看它的層高掛下來的這些超大的吊燈，全是鐵啊，包括這些這麼粗的大的木的承重梁，就可以暴露出來這個感覺，濃重的這種 cottage 的風格。它不是個房子，它就是。你看側面有門打開去中庭，沒有任何問題。你看它中間這個桌子，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說實話，下邊都是鐵家伙。鐵家伙上面感覺是那種舊的油漆桶的那個材料塗料似的粘在那兒的。我天！一排，對不對？他那小椅子都給你配好了，沒有任何問題。冰箱，但是人家電器都是現代的啊，對不對 ？Viking 的，該配的都配齊了。但是你看中間這個地兒呢，突然又給它把這整體風格給你搭配得非常好。你來之前就覺得可以猜到 Viking 的東西。什麼東西感覺就是 Viking 會在這種房子能看到，是不是？你再往這邊走過來，你看整個的台面非常漂亮，天然石料，整個也是一個像是一個高吧台的設計。這算是個開放性廚房哈。正經的開放性廚房，這眼前就跟一幅畫一樣了。你看，每次一抬頭，就這個房子，我覺得多抬頭看，會給你感覺更不一樣的感覺。就現代的房屋是見不到這些的。比較接近的就是大熊湖那種度假屋，咱們以前 Lake Arrowhead 那個房子，對，有點接近吧。確實，但還沒這個這麼的那什麼，是不是？再往這邊來，這 Dynasty 我都已經見不到這種牌子的電器了。但是反正這房子骨架在這兒嘛，買了你想換自己去換嘛。你看整體，但又沒有任何問題啊。你看上面窗戶多漂亮，這是你廚房的空間。在這邊不誇張的講啊，最近 Norma 在洛杉磯嘛，你說這個地兒你想象就給 Norma 的 chef 在這邊去做備餐，沒有任何問題，是吧？再往這邊走，你看掛個小的鐘錶。在這些位置點綴起來，就整體感覺氛圍感非常好。然後教授先停一下，先別過來。你看中間這個地兒，你從這個角度看一下這個廳，真的很大氣啊，很舒服。就這個空間，我覺得應該是很多人最喜歡的空間之一了。你看這邊的皮質的吧椅、吧台木質放在這邊，非常舒適，很好使。你看整個的角度看起來很漂亮，而且它這個區域呢是。據說主人之前最喜歡的區了，就是你可以看到鏡頭裡面圍着一圈的這個軟坐墊做的這個 booth 做的，還有個1/6/7的那個什麼燈，不是表燈，對啊，就是表嘛，這邊有表盤，兩邊的都能看得到。歷史的記憶，這對歷史的記憶長多高放在那邊，對不對？你再往這邊走，再過來，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開窗，下面又有一些收納的櫥櫃門。然後再往中間走，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復古的古式的 fireplace 在身後，這個整個的空間
太舒服了。是。我们在这里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房屋的背景和一些信息。房屋占地2.1英亩，是2个 lot 前后买在一起合并起来的。那现在售价是2400万美金。更多相关的房屋信息呢，我们会列在这个房屋下面的链接里面。有興趣的話，大家點進去看一下。因為這個房子比較複雜，它不是一個房子，它是好多棟房子連在一起的。慢慢的 piece by piece 買回來的，對吧？對，一點一點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嘛。因為上面掛的燈，真的就有點那種中世紀的感覺了，很漂亮。是。這邊一個半位給這個空間使用的。有些空間我就不打開看了，因為堆的一些雜物之類的。那麼再往這邊走過來，你看這一側也有很多坐的區域，你就可以想象啊，晚上這邊篝火點起來，家人朋友圍在這邊拿個吉他往這一坐，啪，旋律一波動，這不就是想要的幸福生活嗎？情調拉滿，對不對？這個客廳真的是沒話說。我們去看一下它泳池的區域。來，出來給大家來介紹，能叫後院嗎？側院吧，好吧。其實身後那個區域是最大的亮點，我們先轉一圈，好吧？行。你看這個小氛圍，這個樹啊，我跟你說，澳洲垂楊柳，這樹幹在那邊，你這樹葉都到這邊，這你這話說沒錯，你看我離那個樹幹子小時候10米有了吧？哎，但我在這兒能摸到它的樹葉。我天！你就想象這個樹半徑有多大，10米的半徑。轉一圈，這側面說明這個房子的歷史價值。這個房子大家可以把它當個藝術品或文物去看了，我覺得都長多少年？對，你再往這邊看，中間一個坐的地方很舒適啊，在這什麼叫大樹底下好乘涼？真的就是這種地兒吧。這加州陽光這麼大的樹也能把陽光射，沒有任何問題。往那邊還有小的泉水，這就跟西班牙老街道邊上那種小泉水的感覺特別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老的那個電視劇，那個引進的佐羅啊，佐羅，對不對？這就是讓小馬喝水的地兒，就是那種感覺。它的很多場景跟那個電視劇裡場景差不多，你知道嗎？你看這邊，包括那個鐵門也很漂亮。在那邊啊，一會兒我們從反方向走的時候，給大家介紹，能夠對得上。咱先把鏡頭往這邊推 ，OK， 你推過來可以看到身後整個的這個泳池。你看這個樹都已經快垂到泳池裡了，真的是。這邊是淺水區，轉過來這種沙地呢，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但是有些地方啊，這就是他們當地的風情，建築的特色。要和它的外立面去統一的話，其實有些是比草更加能，對於他們來講吧，更加搭配的選擇。是。泳池你別看它長啊，它也是有pool cover的。別看是個老房子，因為經過很多升級嘛。這泳池 size 真的夠大，而且不光是大，而且還有一些特點呢，現在已經看不到了。眼尖的觀眾朋友應該已經能看到了。這邊有坐的區域，那邊是主臥室，直接的法式雙開門打開，直接可以過來。那邊有個小的側院，沒什麼太多的亮點，就不多說了。pool cover 直接伸過來，它最大的亮點是什麼？就是這個東西，跳板。OK， 如果對加州的房子大家了解的朋友應該知道，就這個東西現在加州已經不能夠再裝了，就 grandfather in， 就是不可以再有了，就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了。然後為了能有呢，跳板就是咱普通的泳池，咱們看的很多就4尺，好吧，5尺到頭了吧？這個最深的這個地兒15尺，咱倆摞起來還都夠不到水面。是，你就想想它有多深。後面還有一個小的熱泡池 ，OK， 對不對？然後這個房子大家有好奇嗎？就那一半是工具間，這邊是一個熱蒸的桑拿的地方，桑拿池，還挺有意思的。你看，僻靜的側院，其實那邊都是人家，它這個房子是被周圍的很多鄰居的房子包圍起來的2個 lot。OK， 所以別人想看到你的話，只能看到你的鄰居。然後它進房子的2側口都是長長那種細長道，你從路邊。你知道咱們像這種房子就路過無數次，你光看這門，你永遠想不到哇，裡面竟然是這麼個地方。街邊上你都沒有辦法得到一點的線索的。你看這邊的樹，兩邊的植被那都是 bush， 長得這麼高。只能說感謝觀眾朋友們的關注，讓我們有資格。你們的點讚，你們的關注，才能是我們為大家帶來更多這樣有意思房子最大的一個後勤保障。是，對對，你們都是我們的雲股東啊，雲看客嘛。往這邊走，這是剛才我從 family room 出來的這個門嘛，就在這邊嘛。那麼再過來，這個就是特
特別有風情了，异域風情。这小门是不是？小叶子啊。木的栅栏门，你推開，你看整個頂部的爬藤爬得滿滿當當。這個就不容易了，這葉子在這頂上，維護成本也非常的嚇人。的確，就這個地兒，我進來會給我一種就是穿越到那種好的小酒莊啊，或者很高級的 fine dining 的那種 courtyard 的感覺。度假，再來一杯紅酒。哎，你看這個環境，你端杯紅酒，或弄幾個3、4個小桌子，往這邊來一個中庭的戶外的高級的 fine dining，把廚師請過來，領3、4個閨蜜，對吧？你看這上面這個爬藤爬得滿滿的呀。再看前面這個小中庭，你看這個屋頂 cottage 的建築特點，你看它這個尖下面能扁到這個程度，和上面的各種小磚塊、小瓦片，是一個小的泉水長流着。這個房子前院後院，不管你在哪兒，一直都能聽到水聲。上面還有探照燈是嗎？哎，就是節日需要的時候。而且這個房子還有一個氛圍特別好的一點，你看下面是它的叫什麼壁爐嘛，對不对？教室發現的一點，我們都沒有發現。哦，这噴霧是嗎？哎，就怕你熱着。你就是在這個區域，它會有那個小的霧氣打出來，你就坐在這兒，小的水汽，就咱們去迪士尼都見過吧？是，沒那麼大啊，它是小的，主要是給家裡使用的，沒有任何問題。而這個房子還有一點很有風情的是，2樓的這些窗戶打開的畫面非常漂亮。教授稍往這邊站一點，你可以把鏡頭轉過來。庭院中間呢，側面有一個老的橄欖樹，你看這邊有一個樓梯嘛，很扎實，又感覺像是那種小矮人7個小矮人的這種感覺的小木屋上去。上面你看那個小窗戶打開，那個太漂亮了，實在那畫面。上面是一個叫什麼呢？木屋也不能叫木屋，也不是樹屋。bunk bed， 哎 ，bunk bed 它是上下鋪2個的。你說小朋友，裡面還有篝火哦，還有自己的衛生間哦，是完整的卧室。你說小朋友自己啊，我不想在卧室睡覺了，想在那邊和小朋友一起過個夜 ，overnight 一下，沒有任何的問題。你想這個畫面，你要是有孩子，你不想你是家裡的長輩坐在這兒，你的孩子在那個漂亮的小窗戶跟你啊，爸爸媽媽、爺爺奶奶跟你招手，這個畫面嗎？童年就是這樣積累出來的。對啊，什麼叫幸福感？就是這種小院子才能給你這種點滴生活帶人味兒的幸福感啊。是，這大家知道嗎？這個房子我們才只看了這個大的項目的時候，我們只看它第一個主房，後面還有3個小建築在等着我們。我們繼續看房屋剩下的部分。從主房出来，繼續跟大家看，泉水的一側這邊啊，實際上另外一個房子，哦，是完全獨立的，你叫它 ADU 也行，它完全一個自己的客廳、吧台、簡易廚房、自己的壁爐，哎，整個裡面的建築包括用料都是非常扎實的。你看門口啊，小溪、小橋就在你的旁邊，流水在不停嘩啦嘩啦的流，你就坐在這邊放鬆一下。OK， 太漂亮了這個畫面。然後這邊來講，這是它另外一個臥室，也有自己的衛生間。這邊有一側門，另外又一側門，2側門打開，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觀。這邊是看的小溪水，往這邊走過來，趙老師給我們鑽一下啊！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小的露台，坐在這邊，它是一個半漂浮的狀態，等於是漂浮在這個上面的池塘上面的，看下面的錦鯉也行，欣賞着自己的前院，沒有任何問題。它那是樹墩嘛，做了樹墩砍了以後，直接就繼續利用，你墩我也繼續利用，對不對？然後這邊你看，這側就是這個就好點了，稍微小一點的小牆。我們再繼續往前走，流水一直往這邊流過來。OK， 哎，旁邊這2個是葡萄藤，我第一次見過把葡萄藤種成這個樣子的啊。哦，是嗎？還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繼續過來，沿着這邊的沙地呢，我們繼續往前走。你看這邊也有蜿蜒的小道，等於是沿着這個小池塘的這個形狀去修葺的。你看整個的池塘布景都非常的好。你再看這邊更大的樹，你知道這個樹下午的时候透過這個太陽光，上面金燦燦的，非常漂亮。它也是梧桐科，加州的特產。这邊也不是加州特產，加州這種樹非常多。OK， 它這個院子其實種了很多的各種什麼澳洲柳啊，什麼松樹啊，梧桐啊，就太多了。你看從這個角度看，前面那個小馬廄，小馬剛才還叫呢，對不對？就整個的生活氛圍特別有，就是咱土話叫什麼農家樂，是這種感覺嗎？自己圈一個地兒，自己過自己的就很爽。
這比農家樂稍微高級了一丢丢啊，高級挺多的，还是对不对？我们再往這邊走过來，你就看站在這邊啊，透着這個小池塘，能看到剛才我們去看的漂浮的那個臥室出來的小觀景台。是。然後這邊你看，哎，道為什麼寬呢？因為這個房子其實是你車從那邊進，從那邊還有一個門能出去。哦，是嗎？所以這邊過橋修的比較大，讓車能開的。往這邊走，這有一個小的 herb garden， 小的香草園，像種點小的植被都是可以。以前呢，這邊也是養馬的，也沒問題。你再往這邊走，哎，非常舒適的一個戶外的就餐區 barbecue， 就這個房子感覺無處都是能夠去坐待、享受、放鬆的一個場景，是不是？非常多的空間。你再往這邊走過來，你看室內的一個這個房子，就是我們到第3個建築了，這個就叫 American Farmhouse。right。裡面整體的裝修風格，包括地面 reclaim 的木板，整體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一個 American Farmhouse 的一個代表。對，你看上面這個大的這個旋轉的風扇，上面還掛着個馬鞍，上面的橫梁，小的射燈，後面有自己卧室的。這已經第幾部鋼琴了，都在這。你看，就那個是啊，好幾顆鋼琴這個房子啊。你看那邊也是一室一廳嘛。OK。這邊也是一室一廳。然後自己也帶個廚房，這個廚房更大一些。你看它是有一些娛樂的屬性在裡面了，对不对？吧台圍起來，你看這個廚房相對就比較貼近於現代了。是，你看後面全部都是不鏽鋼的，也沒有任何的問題。這小燈我就挺喜歡。就小 farmhouse 的點，就它這每個建築風格非常的統一的，就建築裡面 farmhouse 就裡面家具陳設也都是 farmhouse 的陳設， right， 對不對？你看它這邊還有一個小水槽。這個門能打開，這個小拉窗啊，對不對 ？Folding window 能打開的，外面有小吧台可以坐在這邊。你說這是幹啥的？我都不知道，就是知道。放點冰塊，放點啤酒啊啥的。你看，還是教是懂生活。因為這個地兒，我一過來開始看，我說，哎，有排水的這個口，沒有水龍頭。沒有水龍頭是幹嘛的？我就一直想不明白。然後教授一來說啊，裡面你放點冰塊，水放在那兒冰鎮，啤酒直接就喝了。我說啊，還得是教室啊。有一丟丟生活體驗，哎，你這個不是一丟丟啊，一眼就看出來了。往這邊走，再過來，你看它這個上面的這個什麼馬廄上面放了一個小馬，對不對？然後這個 American Farmhouse 上面是個公雞，這個小的就只像風一吹會轉的那個東西，挺有意思的。但你看它背景全是樹，你就看我周圍，你就不知道周圍已經全是鄰居了，實際上你完全感覺不到。這個地方很出片啊！我估計周圍的沒錯。我估計周圍的鄰居都不知道這裡面是這麼樣一個地方。的確，今天在我實地來看這個房子之前，我都沒有想象說洛杉磯有這樣的房子，就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誰想拍婚紗照拍出，對不對？西部的婚紗、牛仔氛圍，就這個大的地方有太多的場景可以利用起來了。這些場景你在外面都是太難找了。對，關鍵它都集中在一個地兒了。你看車道鋪過來，左右各一個池塘，直接過來。你看紅色的蜻蜓，藍色的小蜻蜓就在這邊飛，蝴蝶，你就跟在一個綠野仙蹤一樣，仙境一樣，沒有人打擾，全是你家。這木頭多扎實！要過車嘛？過車，對不對？大家覺得怎麼樣？現在這個感覺，我們這個房子其實還走了一半啊。沿着這個路繼續往前走，你看兩邊的植被維護，其實這個房子已經在最低限量的去做維護了。OK。因為畢竟屋主已經有年頭沒住了，对不對？他沒有說是最好的狀態，但如果把它做成一個最好的狀態了，你可以想象，人間仙境不過如此吧？是，對不對？我們再往前面走過來，哎，身後這個小樓大家看到了嗎？這個樓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們剛才上去的說冥想的那個樓，就在這個上面。旁邊這邊可以看到，下面還有空間，這邊是後來再加蓋出來的了。所以說，這個小陽台走出來的景觀的確很美。你看，那就是那個走出來的那個小陽台嘛，直接看的就是這邊的景觀，整個周圍全部都是綠樹、植被環繞。你再往這邊看，有另外一個走道。你看這個走道整體來講就更加的幽靜、安靜，兩邊的樹密密麻麻的。沿着這邊的直接往回走，我們對的就是主人房的那個噴泉的位置了。我們從這邊就可以直接回到。哎，你的主房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OK， 再往這邊，再繼續往前走過來，右手邊呢是一個長長的車道，就是另一側的進門，從這邊是可以沿着這條路過橋，一直從那邊出去的。
其實那邊的房子屋主買来以後呢，現在就主要可能给随行服務人员去使用，是吧？或者招待客人也可以了，随便怎么用。身后呢是一个大的工具间，等于说这塊地买了，房子買了以後又買了隔壁鄰居的地。沒錯，那個地是後面來買的，那個工具間還挺有意思，裡面所有需要機床、切割什麼都有。哦，就幹大家伙，因為你有這麼大一個地方，你需要有一個能維護的地方嘛。是。這個地方，剛才大家有看到嗎？Steve 是長期在這兒的，一個星期來5天6天。哦，是嗎？對，然後 Scotty 偶爾也會過來看一看。OK。所以他長期是有人要做一個基本的維護的。那再往這邊走，來，側面這個門打開，直接過去，跟我們往前走2步吧。小心腳下的水箱教室，走。這個就是他剛才那個機房的那個側面。我們再往這邊走過來，這是工具間了，我就不給大家看了。媽，工具間蓋的比人 ADU 都漂亮。再往過來，這個地兒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就是旁邊是那個廚房，廚房的空間。OK。廚房過來出來呢，就是它的戶外廚房空間。這不就是咱們老電影才能看到的那種場景嗎？到這兒我都餓了，這 pizza oven 啥？你一說餓，我也餓了。尤其聽着現在能聽到一點背景的音樂的聲音放過來，好穿越啊！這不就是西班牙小鎮嗎？這種感覺。你看那 pizza oven 往這邊一放，你看這個水槽，是不是拿水泥砌的？你沒說，我還不知道，沒看出來。那是個水槽，是不是？而且它連通的就是你的廚房，所以使用來講也是 make sense 的。OK，沒有任何問題。你看。又是側面，隨便哪棵樹，你就說這個樹枝是不是整個就把它側面就覆蓋了？真能 cover 很多東西。沒錯，我們再往前這邊走過來，房屋的側面就不多說什麼了。大家已經看到正面了嗎？剛才那個門就在這兒哈。這兩個鐵門打開了，就是側面那個水池過去就是泳池的位置。OK。所以我們圍沿着這個主房的這一圈也都給大家看完了。這個鐵門你別說挺漂亮的。小的金屬的細絲，對不對？邊花的感覺。那我們再回去繼續看這個大的地面上面啊，大的 property 上面，還有一個 mid-century 的房子沒和大家看。為什麼從橋上回來了呢？這啊，還有一個小的過道。小門過去，還有一個房子。我天！你就說這個地多大，好吧？你看這個大的池塘的中間，這也像人工小島一樣，裡遠處還有一個小的可以坐的區域，然後中間也有這種大的樹，直接就垂到這個水面上面。但是你往這邊過來，這就是這個 American Farmhouse 嘛 ，Farmhouse 的後面有門可以直接過來。Okay. 這一大片草地的空間。又是這種巨大的樹，真的是。你真的站在這下面就好渺小啊！你就感覺自己，你看上面這個大的鳥巢就有很多。是。往這邊走呢，這是一個 mid-century 的房子，就是後來屋主買了那片以後呢，又把這片買了，買下來呢就基本上就給隨行人員去用了，有時候也招待客人去使用。Okay. 哎，也有很大的這個露台的位置，戶外啊坐一坐 barbecue 都是可以的。晚上這邊呢，其實挺愜意、挺安靜的一個地兒，因為一大片草坪嘛，旁邊就是樹，對不對？我們進來看一下它的室內。這個 mid-century 的房子整體也保持了當時買來的這些狀態了，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更新。哎，使用面積來講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空間也不錯，層高也不用說嘛，因為都是這種尖尖頂的設計，大量的這種石頭堆砌的。Fireplace 比較符合它的特點，這個上面的木頭你就可以看出來年代感有不同啊，跟主建築有不同。哎，跟那邊就風格不一樣了。你說它上面又有 farmhouse 又有 cottage， 對不對？然後這邊又來一個 mid-century， 對，一次帶大家看個夠，老房子一日遊，好嗎？我天，這邊卧室兩個客臥，小一點啊，中間衛生間，那邊是它的所謂的主臥吧，就大一點的衛生間。裡邊還有大的臥室 ，studio 是嗎 ？Studio 是在這邊。OK。你看這邊坐的區域，旁邊有泉水從這邊流着，其實那邊還有一個摩托口，因為它有2個進出口嘛。因為它很多這種 art piece 就
沒見過，也不懂。沒見過，不懂。Kimi 都那個 Licky 都不懂。Licky 看这是什么哪儿来的？来，这是等于是被那个 fireplace 分割的另外一个做的区域。这邊也有 fireplace 可以點亮，你在這邊做一做放鬆，做2個空間都是可以的。那這邊就是它的廚房區域。這個廚房說實話，你雖說是現代一些，你看 induction 的 cooktop 這些東西，但是我個人還更喜歡那個主房。是。這個真的就是小家庭招待朋友或者他隨行的服務人員去使用，對不對？他在加州的時候，服務人員來使用就沒有任何問題。那設備全部都配得齊齊的啊，趙氏的喜歡的 Viking 的，可以。側面洗衣房，因為畢竟是房子嘛，洗衣房也要有的。關鍵後面有一個小的 studio， 那個 studio 就是裡面懂的人應該一看就知道了，什麼 keyboard 各種什麼 bass、guitar， 就你拉滿，還有大的那個叫什麼？那叫什麼琴啊？反正不是大提琴，不是二胡，大胡然後沒，那是大胡，所有樂器你需要都有，是搞一個管弦樂隊都是沒有問題的。對。然後第一次我們看房子，從後門進，正門出的，對不對？這個房子還有前院。哎呀，說實話，這個房子。讓人活動量比較大。為了觀眾朋友們，我們換個點讚，換個關注，不過分吧？真的是，對不對？這個房子真的太大了，拍起來真的是我右這兒疼了，後腦疼。熟悉我們頻道的觀眾朋友都知道啊，以後大家打一個暗號，我一站在這兒，先這樣，大家就知道今天這個房子會大。這是他前院，你鏡頭轉過來，趙老師，你看這只是他招待客人的前院啊！我天。這給別人再蓋一套房子都沒有問題的了。那還有個門嗎？哎，就是這是一些服務人員的車啊。這個車有意思了。If you know, you know it。反正我是不懂。OK。這車大家玩車的應該知道 ，Jay Lehner 想要這車，是吧？想來搞，一直搜不到這樣的。人家不行，不給你，人自己修。這邊另外一個大門，大鐵門，就跟我們進來那個一樣。從這邊服務人員也可以進來 ，security 之類的都可以，對不對？你說這是其中的一個前院，太誇張了，實在是。那到今天這個地方為止啊，我們這個房子才完整的給大家都看完。但是我們最後還可以看一下，就是稍微晚一點，黃昏上來是什麼樣子，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好，你們想出來玩了是嗎？一會兒帶你們出來玩啊！今天的視頻在這裡呢，也就完整的和大家分享完了，是非常特別的房子。再次感謝 Listing Agent Bob 以及屋主啊，那麼慷慨願意和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很好的傳達這棟房屋的美，這也是他眾多房產的其中一個吧。那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希望我們未來給大家帶來更多類似有意思房產視頻的朋友，一定記得點讚關注。我們下期再見，拜拜，拜拜。來吧，咱們出來玩吧。嗯。